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因为乔燕结婚了就终止跟你们家的合作。你曾救过我和小宝，在公事上，乔燕会优先选择你们家的。我不担心这个，我只是……林姨没有责怪你的意思，我也很喜欢你，但乔燕已经做出了选择。我希望你能够早点走出来。你还年轻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，只要你能放下乔燕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连你都这么说，那我变成这样又是谁的错？我1个月里有半个月要在医院里待着，又是谁的错？你们凭什么转眼就翻脸不认人？你是小辈，说话有失分寸，我可以理解，但这些话我不想再听了。谢谢你今天送这些东西过来，回去告诉你爸妈，以后不用麻烦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算我在贺乔燕最难的时候跟她分手，贺家人也没有对我说一句重话。现在因为多了一个秦以月，林睿的态度都变了。这一切都是秦以月造成的。1、2、3，宝贝儿，你是怎么不说话也不会笑的？你长得这么可爱，笑起来一定萌翻了。我拜托你偶尔笑一笑好不好？你这么酷，我压力很大的。其实你这样并不是不好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爸爸和妈咪都不会嫌弃你。老爹嫌弃。他那是逗你呢，全世界最不嫌弃你的就是他了，让他为你做什么他都愿意，连娶个不熟的女人都不带犹豫的。你现在不想说话没有关系，可能你也没有意识到不说话对你生活的影响，但老爹之所以坚持让你说话，是因为你要是长期不说话，你会慢慢失去说话的功能，到时候你想说话了，又因为语言功能弱化说不了。如果我们大人在，你还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，不为你的未来做打算，是我们的失职。我去树林那边看看，你待在这儿别乱动，照顾好小少爷。是，少奶奶。那人可能受伤了，我是医生，得过去看看。求救的人能听到吗？伤得严不严重？听到回答我。糟糕，长得跟白莲花一样的妹子，干的事儿却没一件上得了台面的，演这么小儿科的戏，真是白瞎了她的演技。现在怎么办？我想让他死。你想让谁死？乔燕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在看一只野鸡，它刚刚掉下去了。是吗？下去把少奶奶抱上来。温心墨，以后不用再在我面前演戏了。就算没有以前的事，我也从没想过要娶你。贺乔燕，你说什么？听不清楚吗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从来没想过娶你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背着我用贺乔燕妻子的身份做了什么事？你们家用我的身份骗了多少钱？只是看在我爸妈的份上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你们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受伤了，你们等着看下周一的股市，看清楚你们的公司是怎么垮的。疼！土豪，你能不能专业点儿？就你这种上药方法，死人都能蹦起来骂死你。哼，疼死你活该。你有没有点安全常识？抱歉啊，不小心职业病犯了。
我也没想到看起来娇娇弱弱的小绵羊会藏这一手，下次我一定注意。真没想到温心墨会是这样的人。都说人不可貌相，温心墨长得美丽又无辜，可心居然这么狠。下次再这样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知道了。你干什么？伤没好，下不能什么？吃饭啊，总不能让爸妈和小宝等我一个人吧？现在都9点多了。我晕过去这么久了。你以为呢？那我明天去医院照个脑部 CT， 免得摔成脑震荡了。你下床走动试试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地方不舒服。好像没有太严重的伤，就是膝盖有些疼。赶紧吃，再保温下去就不好吃了。谢谢土豪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第一次有人把我做的饭菜吃得这么香。不过，这女人的吃相，是不是该稍微掩饰一下？温家人怎么惹你了？温心荣刚才打电话对我一个劲儿的哭，让我来说服你，别让他们家破产。这事儿你别管，你就当不知道。看样子很严重啊，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我靠，这看不出来，温心墨居然下手这么狠呀！这件事你别告诉温顾他们。明白，温顾他们家和温心墨他们早就没什么关系了。温家人还真他妈不是人啊！当年你大哥出事儿，一个两个哭着闹着要跟你们撇清关系，你把公司规模扩大了2倍不止，他没有舔着脸抱大腿，这副嘴脸真恶心。我之前还以为温心墨会是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呢，没想到也跟温家那些人一样。你好像意见比我还大。我操，给你打抱不平你还嫌弃啊？我自己不会，用得着你上蹿下跳？得，就知道你这个德行。有空出去一起喝个酒啊？那什么，别跟我说你没吃晚饭。我说没有，你能把吃过的东西吐出来吗？你要能接受，我可以勉强试试。你是怎么做到3分钟把这么多东西都给扫荡干净的？那是你没交过当医生的朋友，尤其是急诊医生，吃饭就跟打仗似的，随时随地做好要进手术室的准备，而一台手术经常每2个小时以上根本出不来，不吃快点会饿死的。听起来你工作很辛苦，为什么还要做医生？跟你爸一样做建筑师也行啊。这不是从小被忽悠了吗？以为医生这个职业特别高大上，结果入行了才发现医生真不是人干的，每天除了工作还得和病人和家属斗智斗勇，别提多刺激了。不过虽说医生这个工作不怎么样，如果让我再选一次，我还是愿意做医生。不常常接触死亡和病痛，就不会深刻地理解生命的可贵。据我所知，医生升职很难，你要从主治医师升到副主任医师还有好几年。让我感觉不太真实，也许奇迹总恰当合适，撩拨心思，把刀子藏像是心动有太迟，却不知我早习惯你放肆。这样遇到生命幸运时，突然间我的